陆然，你到底碰了什么？我就碰了一下那个发光的东西，一下，你这一下把我们碰进蚂蚁窝了。这不是蚂蚁吧？这玩意儿比我家电动车都大！少废话，往树根下面跑！他为什么不直接追？他在等什么？等我们犯错。拉我一把！他看见我们了！不是吧？来一只还不够？这雨下的也太邪门了！早知道不走这条线。别抱怨了，先躲过去再说。山里天气变得快，正常。里面有东西，像反光。不行，你别靠太近。我不是想乱碰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里面真是信号源，万一能联系到外面呢？你别冲动，山洞里不明发光体，先观察再说。观察？等你观察完，信号都没了。陆然，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靠不住，但这次我肯定没问题。那东西看着有点不对劲，所以更不能碰。啊！完蛋！别碰！闭眼！我什么都没。不对。陆饶，知行，我在这儿。我怎么感觉我变矮了？不是变矮，是世界变大了。我去，这玩意儿是蚂蚁。没信号，先别动，看看周围。他是不是在看我们？别出声，都往那边的树根下退，慢一点。你说慢一点，可他都快到脸上了。他在赶我们。赶去哪儿？那边有路，但不是给我们走的，是给他们围堵用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跟我走，先离开这片开阔地，记住，别碰亮的，别乱跑，别发出太大动静。行，听你的。嘘，他要踩下来了！快起来！那是什么？他还没走。别盯他，往树根后面退。这时候你还让我别盯？那玩意儿上面有编号啊！先活下来，再看编号。他又动了，他又抬脚了。他在试探，不要跑直线，贴着树根走。你确定这东西要是突然扑过来怎么办？陆芷然，听我一次。我现在只想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山洞里的东西，你们还记不记得那道白光？记得，我摸了一下，然后就什么都没了。现在先别复盘，先找地方躲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蚂蚁。你现在见到了，先别说话，听周围。他为什么不扑？因为他不需要急，他在逼我们犯错。意思就是这地方有规则。什么意思？他知道我们逃不远，所以他只要把我们赶到他想要的位置就行。规则？你是说这不是单纯的野外？我不知道是不是野外，但我知道刚才那个东西绝不该出现在这里。那编号像是实验室的牌子。这时候你还要夸我？是说明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困难。等等，刚才在山洞里那个发光东西，它是不是一直在转？好像是，不是好像，它确实在转，像是在对准什么。对准我们，或者对准我们身后。我更担心的是，那不是第一次启动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可能本来就在等我们。姑爷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吓人？我只说我看到的。如果真是系统设备，它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山洞里，它一定有来源，有人放过，或者有人丢。所以那东西不是古董，也不是巧合，是有人故意留在那，至少留下它的人知道它会被触发。那我们不就成了被算计的了？先别急着下结论。
门呢？我们刚才明明是从那边出来的，洞口呢？塌了！怎么会塌？暴雨、滑坡，还有刚才那道白光。山里的地形本来就不稳，刚才那一下很可能把洞口周围都震松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暂时回不去。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的手机还能不能有信号？我们老师家里人暗恋对象。先稳住！你越急越容易出错。我们刚才还在山洞里，下一秒就变成这样了。你让我们是怎么缩小的？那白光到底是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慌。我慌。听着，现在有3件事必须确认：第一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缩小了？第二，这个地有没有其他出口？第三，谁在看着我们？最后一个听起来最吓人，但最重要，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因为从刚才到现在，巨婴明明可以直接宣语在驱赶我们，他不失控，是有目标。目标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那块牌子像是提示。边后面是不是还有字？有但看不清，我过去看看。别动，你一动草叶就响，响了他就直。那就这么看着。先等，等他转身，等他离开我们的视线再过去。万一他不走呢？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让他走。怎么让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好说话？他走了？别高兴太早，他不是走了，是被什么东西叫走了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我怎么觉得像是有人在叫我们过去？不是像，就是。你要过去，顾野，别冲动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要去看。那万一是陷阱呢？那也比站在这里等他回来强。而且刚才那块编号牌不是自然埋在那里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图是新的，压痕是新的，它刚被放进去没多久。你是说，有人刚刚来过？对，而且就在我们到之前。有人，就在前面。刚才是风吗？风不会敲石头吧？嘘，先退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去看？看，不等于现在冲过去。你要是想把自己送给那只蚂蚁，我不拦你。你这嘴真适合当队长。你俩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斗嘴？我心脏不太好。那你刚才还笑，我那是应激反应。人类在极度紧张的时候笑一下很正常。正常。现在跟我走，别回头。这地方到底是谁设计的？我都快赶上蚂蚁半个身子了。你这话说的像你还挺大似的。你这是安慰我吗？不是，我是在提醒你冷静。你这叫提醒？你这叫补刀？闭嘴！你们两个再吵下去，等会儿真把他招回来。我闭，我也闭。那咱现在到底去哪儿？总不能一直蹲着草底下吧？我感觉我已经快跟蚂蚁一个等级了。你要真跟他一个等级，刚才他就先跟你握手了。顾野，你平时都这么说话吗？平时不这么说，平时你们没这么吵。行，我懂了，我在你心里就是噪音源。你终于有自知之明了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俩在趁我紧张的时候联手打击我。不是怀疑，是事实。就在这儿，总算像个能喘气的地方了。等等，这地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太平，不是自然踩出来的，像被人故意收拾过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地方已经有人住过。住过不一定，躲过肯定躲过，那还挺有生活气息。不是随手摆的。你又看出什么了？石头的朝向一致，说明不是风吹出来的。如果是躲避视线，随时刚好能挡住一部分反光。还有这里，草根是被压断后又重新整理过的。你还懂这个？救援现场看多了，乱和有序，一眼能分出来。行了，这里暂时可以当营地。那接下来干什么？先确认周围有没有危险，再整理物资，不要分散。3分钟内回来。我去看左边。你不许单独行动。刚才谁最先乱跑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。行行行，我跟你一起。那我呢？你留在这儿，整理还能用的东西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信号。这个我擅长。你擅长找信号？我看你不是擅长找信号，是擅长骂人吧？都有一点，主要看对象。完了，我已经开始怀念刚才那只蚂蚁了。至少它不说话。它要会说话，第一个骂的也是你。哎，你看那儿。
这是不是有人留下的？行，那说明真有人来过这地方，而且不止一次。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还有机会遇到活人？这像数字，什么数字？看不全，像是3或者7，还有后面一横，像是记号。记录点。什么点？有人在这里做过标记，说明他们不是慌乱逃命，是有路线的。那他们为什么会留下这个？要么是想让后来的人找到自己，要么是已经来不及带走线索。你别说的这么平静行不行？我只是在判断，现在至少能确认一件事。什么？这里不是第一次有人来，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想出去。手机碎了，手电亮不了多久，绳子断了一截。这装备跟我一样，外表完整，内里全靠硬撑。你这个比喻是不是在骂自己？我是说实话，你有意见？没有，你继续自哈，我旁听。怎么样？没信号，但我刚才试了试，设备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？不是完全没电，像是有个东西在附近干扰它。不是普通磁场，更像某种定向屏蔽。你能听懂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能听懂，你听不懂是你的问题。你这人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开始攻击我？因为你刚才太吵了。我吵？刚才明明是你先笑的。那是因为你太像一只慌张的鸭子。谁像鸭子？你。行了，你的意思是，这附近可能有装置？不是可能，是大概率有，否则这种干扰不会这么稳定。也就是说，离我们不远有人类东西。有。那是不是说明，等等，有人类东西，为什么还要让蚂蚁追我们？因为我们现在站的地方，本来就不属于我们。咦，怎么了？这上面有字，字哪儿？是别字的一部分。别什么？这不是随手丢的，有人故意留下来的。给谁留的？给后来的人。陆然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别动，有人在看我们。这到底是虫还是人？先当从人，不管是什么，能躲在这儿盯我们，说明他比我们更熟地形。你这话一点都不安慰人。他要会安慰人，就不是顾野了。你们两个现在还有心情斗嘴，说明没吓傻。我宁愿傻一点。听着，外面那东西没立刻过来，说明他在等我们先乱，所以我们更不能乱。动，越慌越输。你能懂就好，一会儿我去看，你们留在原地。又你去，这次我不赞成。你赞不赞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出去只会添乱。这句我同意。你怎么也站他那边？因为我想活着。你想到以前的事儿了？一点儿，和现在有关。有关。我以前也见过这种反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次救援里，有人用过类似的金属片做标记。救援标记，方便后面的人找到路，或者找到伤员。那这地方的人也是在求救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在提醒后来的人别走错。听起来不像坏消息，也不算好消息，因为能留下标记，说明这里不止我们3个。你刚才突然脸色发白，是不是又担心自己判断错？是。那你别一个人扛，你总是先替别人做决定，像你不说，大家就不会怕一样。可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，要互相依靠。别老把自己拎出去。他说的糙，但有道理。你要是真把我们当队友，就别什么都自己判。对，尤其别老拿快一点会出事来压人。我们可以听你的，但得知道为什么。
我不是想控制你们，那是什么？我怕再晚一步。以前我晚过，所以记得。行，这理由我认，那就一起想办法，别让你一个人把过去背着跑。好。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不像自然掉落，更像故意放的。对方知道我们会看到，那他想引我们去哪儿？这项编号，你确定？80%，像统一零件上的识别码，那就不是偶然。也就是说，刚才那几下敲石头不是吓我们，是在带路，更像是试探，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跟上。那现在要不要追？追！都到这一步了，总不能站着等答案自己掉下来。怎么，你又想稳一点？不是稳，是确认前面有没有第二个陷阱。这次我同意顾野。追可以，但不能冲。你刚才还说别什么都自己判，现在轮到你们俩一起判了。至少我们俩的判定方向一致。先回营地，把信息拼起来。等等，这边缘的缺口，我怎么觉得你认识？我见过，在哪儿？我以前那次救援现场。你是说？这地方和你以前那次事儿有关？先回去。行，先回营地，至少别在这里站成靶子。等等，心痕这么浅，你也能看出来？左脚落得比右脚重，走得不快，应该是体力不太够。这脚印，这地方还有别人，说明2件事。第一，除了我们的还有来过。第二，找路就好，最怕的是找麻烦。就以下面盯上，如果不是，行，这次我负责冲锋。有人留记号了，终于不是鬼打墙了，是人打路标。不料不新，但刚记上没读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留记号的人知道我们会跟过来，那他是想帮我们？这听着比考试还累。会不会这值不值得见的人？至少这次没有选择题。我来，先别动。你怎么老把我当幼儿园小班？而且你现在的动作像是看到糖就冲。雾谷是什么地方？可能很急，方向错了会绕远。你看字迹，不像求救，是提醒，还顺手给我们留了水，这是怕我们路上嘴干的吵架吗？有可能。毕竟你一紧张话就特别多，我这是提高队伍士气。那你现在士气已经够高了，先闭会儿嘴。这地方有人待过，而且待得不短，能把荒山野渡收拾出点家味儿，挺厉害，至少比你强。我会生火，上次烤个面包都烤成炭，那是技术性失误。别吵，这个和刚才那块金属片是同一批东西。你是说留记号的人跟那个引我们的人是同一个？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来见我们？80%。别紧张。我不是来抢你们水壶的。你要是来抢，建议先把我的命一起抢走，不然我会记仇。这位兄弟胆子不大，嘴倒挺稳。你看，连陌生人都知道你嘴稳。你是谁？临时救援点的人，姓韩。你们刚才看到的路标是我留的。你们3个里最先把气氛搞轻松的，居然是你。别小看他，他紧张的时候更爱说话。你知道我们是谁？知道一点。有人告诉我，今天会有3个外来的人走到这条线，领头的那个眼神很冷，但心很稳。还有一句，说你见过这里的东西，一个你们现在还不能见的人。草海就在前面，要找的东西也在那边。我先声明，要是那玩意儿有8条腿，我现在就申请闭眼通关。8条腿是蜘蛛，严格来说不是昆虫。这种时候你还纠正分类？我紧张的时候需要一点专业尊严。都别吵没动，说明吧残片就在草海中间。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早说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现在做好了吗？没有，稳定信号残去。它能让界面核心短时间恢复放感，没有它，你们只会在这里越绕越深。界面核心在不能说，又是不能说。这地方是不是有规定，每个人说话都必须留半截？所以这是任务。对，穿过去拿残片回来。为什么非要穿过去？不能绕。左边是雾谷，进去容易失效，右边是裂土带，震动会传得很远。唯一能过听起来通常就是最难过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危险不是草，是震动。高震动草区，这里的草根下面有感应网，踩重了、跑快了、撞到草茎都会触发警戒。那我这种体重是不是属于天灾级别？你主要是动作幅度像天灾。我走前面，先看草根容易和重路，路了压后。为什么我压后？在后面至少能帮忙看有没有东西追上来。线另一头绑在这里，如果迷向就顺着线回来。你不进去，我进去，系统会更快警觉。等等，你这话信息量很大。等你们回来我再说。走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像走进了巨型韭菜地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求生环境？我已经很尊重了，我没说像葱。停，重路，巡查型甲虫，他们不会踩这些主动找我们，左边间都有草子沿着重路过来，能绕吗？能。请我可以蒸发，没有震动。你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，跟我的脚印走，脚尖先落，别拖地。陆然，你尤其别用你那个大步流星登场的走法，我那叫有气势，现在叫有风险。我改成小心翼翼路人准，先别夸，我怕一骄傲就踩雷。
这不是我们弄出来的吧？不是，是另一侧有东西触发了警戒，方向风，巡查虫要来了。我现在后悔刚才说8条腿了，6条腿也不太礼貌。别动，他们不是在找气味，是在找震动。确定，确定，触角贴地，频率一致。他们在执行巡逻，不是追猎。意思是他们不认识我们？意思是只要我们不触发规则，他们就不会管。没懂，我没懂。你带队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我怕虫这件事也不是完全没用，有用，太有用。外交部长不负责和甲虫握手，没事儿，他也没手，他有前足。你看，又专业。天应该不远了。这东西看起来就很值钱，你能不能别用小偷视角看科研设备？周围有感应圈，不能拔出来会断开槽跟振动平衡。那怎么拿？跟他商量，可以先压住3处连接点。我压左边，我压右边。放心，这次我不冲。你确定分得清右边？这羞辱有点基础。他是不是生气了？设备没有情绪。那他闪这么快干嘛？你不是说不会触发吗？不是我们触发的，有人在另一边故意制造震动，所以有人想把虫引过来。不，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，他们在封路。他们不是追我们，他们是在执行巡逻。撤，快回来，别走直线。我就知道任务名字越皮速越容易要命，是高风险。你闭嘴，我现在不需要学术安慰。我有个问题，什么？你们这儿有没有轻松一点任务？比如擦玻璃、整理桌面、给甲虫写表扬信？他们可能看不懂，那我画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从现在开始，这里不只是有虫，这里有系统。你们这句有系统说的太轻松了，搞得我以为下一秒就要弹出登录界面。你还想要新手礼包？他在找别的信号源。别的信号源在哪儿？露珠区。听着像个很温柔的地方。越温柔的名字，通常越不温柔。走，那边的规则更敏感。你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影像，可能是残留记录。记录好啊！你现在已经开始把虫子当备选交流对象了。我这叫提前适应非复杂环境。别贫，去了以后谁都别碰不明物。我保证不碰。你上次保证不碰，结果碰了个大的。那次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只会拖后腿，这次不用证明，你只要跟上。我收回前言，这地方一点都不温柔。别碰到水，里面有毒。不是毒，是反光，光一乱容易误判方向。还有，别盯太久。为什么不能盯太久？看久了，你会以为里面有东西在看你。你这话说的很专业，但我一点都不想学。怎么了？我眼花了。不是眼花。这怎么看着像监控录像？像残缺的便携影像模块。你们最好记住，别对着他说话。对着影像说话还会触发什么？不一定触发什么，但很可能让他记住你。那我决定做一个低调的人。你低调的时候最多持续3秒。那是因为我有表达欲。别让他们回到上层。谁别回到上层？不是对我们说的，像是留给谁的留言。你看见什么了？看不清全字，但能认出前2个字。什么字？后院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山里迷路，是在别人的后院里被系统包围。差不多。我现在开始怀念野营，至少野营不会有这么强的存在感。再看一遍，别错过细节。C17，你认得？像设备编号，也像区域分区码，听起来就是会让人迷路的那种编号。那里有人，不止一个。这也太像恐怖片了！别乱说，恐怖片不会这么有逻辑。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？都不是，我是在紧张。别退，我没退，我就是调整站位。你怎么一碰到诡异影像就想挪？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你这是趋大避小。你也是吧？别让他们回到上层，系统还没稳定，谁都不能上去。上层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知道一点，但现在还不到全说的时候。你们这些知道一点的人，真的很容易把我逼成话痨。别信谁？你们别这样看我，我也只是临时被派来带路的人。这不是单纯的求救信息，这像是故意留给后来的人看的。有人想让我们知道有人在盯着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说一句，你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给自己加台词？我这叫制造压力。退后！完了，这下真相被发现了。别乱动，越乱越容易触发。跟我走左边，低头。我就知道，凡是长得像眼睛的东西后都不太友好。是巡查虫，被影像光吸过来了。跑，但别出声。你们这地方是不是把看见都算危险行为？不是看见，是确认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你们是不是会被盯上的人。先出去再说。我申请以后再也不看会发光的露珠了。你还挺会给自己定职业禁忌。坐标，上层风口。边，你们已经碰到真正的边了。
我先确认一下，这次敲门的是人，还是不太讲道理的植物？都不是好选项。这里看着比曹湖安全多了。你不进去，花坛区的规则跟我不太兼容，我进去反而会提前处罚警戒。你这人很神奇，每次最危险的地方，你要是能在这里活久一点，也会学会挑地方。这话听着像祝福，又不太像。这里有部件，而且就在花坛中间。什么部件？稳定器接口。如果能拿到它，之前的残片就不只是发光和指路，它可以短时间稳定器物信号。稳定之后能回去吗？不能。那你刚才说的那么激动，但能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了。行吧，不能回家也算文明进步。不要规则是什么？不要用强光，不要连续震动，还有花瓣合同会怎样？我们会把里面的东西锁住，包括人吗？我进去拿。许之行在边缘判断线路，陆然负责接应。又你进去，我动作稳，我也能稳。在我有心理准备的时候，这次不是比谁胆大。花坛中间有花粉层，动作越大越危险。行，你进去，我接你。左边3步，停，别碰那根白色花枝，它在感应你。花还会感应，听起来比我大学同学都努力。你大学同学至少不会把你卷进来，也不一定。就是他，先别拔，周围有连接线。怎么取？把残片靠近它，让频率对齐，等蓝光变成稳定线，再慢慢取。顾野，小心，别动。没事，花粉还没扩散。顾野，慢一点。时间别太久，花坛会自动判断入侵。这个自动判断能不能稍微宽容一点？不能。你回答的真伤人。谁碰了外款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有人从外面触发了警戒。顾野，先别拔。有人故意的，像是在试你们。许之行，给我方案，不能硬拔。右侧那根连接线还在，如果断了，花坛会锁死。我能做什么？你去按住那块翘起来的金属片，别让它震。慢，我慢，我现在慢得像信号不好的网。有效。顾野，现在往左卷，不要往上提。顾野，别过来，不能让他进花心。花瓣一合，他会被困住。我怎么过去？踩右边那3块暗土，避开白花，别碰红色花粉。别硬了，先松藤。知道，我这次带脑子了。接口还差最后一下。顾野，你手别松。陆然，藤条往下压，不要拽。出来。拿着，先走。那你呢？我断后。你又来这套，出去！陆然，接住！你干什么？我接应，不是接遗物。上次是我乱碰东西把大家带进来，这次我不能再看着你一个人顶。跟我走。这句像人话。有没有伤到不重？就是刚才差点被花吃了，心理上不太健康，还会贫，说明问题不大。为什么不走？以前我总觉得，可刚才我差点又害你被困住，要不是许之行指路，我就是添乱。你这次没有添乱，你问了路线，听了指令，压住了藤枝，还把接口先扔出来。你是在救人，不是在逞强。你做对了。你们2个突然这么正经，我有点不适应。那就记住这次。记住了。部件拿到了。下一站旧实验区。怎么了？我的存储卡不见了。你母亲那张可能掉在里面了。先别回去了，现在回去只会把你们再拖进花里。可以想办法。刚拿到部件，不能再触发一次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东西再把你们拖进。这不是小东西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更得记住，不是所有代价都能靠一句我不是故意的抹掉。等有机会，我们再回来找。好。陆然，这里和山洞是同一套系统，所以我说下一站才是真正的旧实验区。还能走吗？能，真能。就是以后我可能对花有点阴影。你本来就对很多东西有阴影。那不一样，这次是我自己记住的。这地方怎么总能翻出编号？你说我们是不是误入了一个特别不讲究的仓库？不是仓库，是系统记录，编号一致，说明山洞残片和这里是同一套装置链路。你们终于碰到更接近核心的东西了。这地方叫枯枝废墟，名字起得挺贴切，听着就像谁故意想让我少吃2口。你本来就该少吃2口，省得一紧张就想说话。我这是用语言维持生命体征。进去以后别乱碰，这里可能有遗留电路。电路？那是不是意味着还能修？你别把移东西留着，只是为了证明它坏过。你们技术人员说话都这么扎心吗？说几句，留点力气。这里有痕迹，虫子，有人拖过东西，还有切割痕，像是把什么设备拆开过。多久前的？不会太久。金属氧化程度不一致，应该是分批留下的。有人在这里长期维护过，而且不是1次2次。你的意思是这里有人上班？差不多，只是他们的工作内容
很可能不包括打卡，那还挺人性化。那是什么？投影残层，还能读一点数据。有剧情吗？有，但是画面很碎。后院、尺度、校准，这3个词放一起，听起来像是一个很不正常但很有文化的装修方案。不是装修，是实验标题。这里真的是微尺度实验场。你们现在信了？一直在信，只是现在确认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掉进什么奇怪山谷，准确一点说，是失控后被封住的实验。看这里，还有生态门控。什么意思？村虫变大不是巧合，是这里的尺度出了问题，门控没关紧，规则就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巨蚂蚁，可以这么理解。那他们也太不容易了，突然长这么大，估计也挺萌。你居然会替蚂蚁说话？我这是平等视角，虽然他们想把我当午餐，但我不能失去格局。维护编号和刚才那块金属牌是一个序列，能拼起来吗？一个是山洞外层入口，一个是这里的旧维护区，说明我们从一开始走的就是系统边缘。边缘都这么要命，那中心有多离谱？离谱到能把人记在记录里。你知道的比我们想象中多。知道一点，但不够。你们要是想出去，就得把这些碎片拼成完整图。图在哪儿？里面。这是什么？用来封存数据线接口的。这里以前真有人经常动。有人刚走不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灰，这里的灰层不均匀，有脚印重新压过的痕迹，而且方向很统一。你是说，观察者来过，或者和他有关的人？你们最好提高警惕，观察者在这片区域不会随便露面，但他会留东西。他这人风格还挺统一，这样的人通常不是故意装神秘，而是习惯把自己藏起来。你像在替他解释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如果他真是维护者，那他做事方式一定是控制风险。可惜他想制造圈层，下得很有层次了。别告诉我还有自动感应！不是感应，是还有电。这地方都快埋了，居然还能供电。很弱，但还活着。能打开吗？这就是留下痕迹的人。这是现场记录。入口区别放开，样本稳定前谁都不能上去。如果出现异常，启动还能听清别的吗？观察者接管，别让他们看见核心。这句话怎么听着像在躲老板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这个老板更危险。核心在哪儿？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，所以我们不是在外围散步，可以这么说。而这张图说明，原本就有人在设计下层和上层的隔离。那为什么会失控？因为风口没完全闭合，或者有人故意打开过。不是有人故意，是有人必须这么做。你是不是又知道一点？我知道这里曾经有一批维护者，观察者应该就是那批人里一个，或者至少和他们有关。所以他不是纯反派。他不是来毁掉这里的，他是在守，只是守得太久了。那他还挺惨，所以才复杂。如果核心还在，说明系统还能回收，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回去？理论上有，但代价不会小。什么代价？怎么回事？我刚刚是不是看见了代价2个字就被系统嫌弃了？不是嫌弃，是有人中断了投影，有人在看我们。不是看，是确认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你们是不是被选中的样本。行，前面是维护者，现在是样本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像被点名3次还没下课。这里还有字，写的什么？筛选记录，编号重启。重启。我们不是意外掉下来的，我们是被筛进来的。如果这句话成立，那接下来每都得更小心。等等，这排脚印怎么这么整齐？不是我们回来时踩的。我现在有个不太好的猜测，你先别说。我觉得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可能有人从我们中间走出去过。不是可能。你别把语气说的这么肯定，我现在还想保留一点世界观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你早就知道。我知道这里会留下痕迹，但没想到会这么直接。你说的这里是营地，行，都包括。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世界顺手出去了一趟，还能开完，说明你状态行。我这是靠幽默感续命。跟上，别全踩上去，先看边缘。这地方连脚印都这么有职业素养。这不是我们吗？这不可能，我们那天刚到山洞，怎么会有人提前拍到？也许是我长得比较有预知感，别进地下裂缝。这语气像给我们发紧急通知。什么叫已经来过一次了？谁来过一次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不是单纯的警告了，是循环提示。你知道？猜到过，但我没证据。继续找。跟我包里的那条是同款。你包里的那条还在吗？不在了。所以不是我们丢的，是他自己过去的。
停！放。如果有人听到，别进地下裂缝。已经什么？你们已经来过一次了。我现在有个问题，能不能先问一下？说，如果我们已经来过一次，那上一次是不是我负责发言？不然怎么没留下个更有建设性的版本？你先别急着抢工作，录音还没放完。如果开始循环，别急着找出口，先把被藏起来的那一步找出来。你们听懂了吗？懂了一半。哪一半？我们不是第一次进来，还有一部分被藏起来的过程，我们现在还没碰到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有我们看不见的缺口。这里重启过，照片、录音、脚印都是留下的提示。提示给谁看？也给你们自己。如果我们已经来过一次，那这一次为什么还能留下痕迹？因为有人想让你们记起来。观察者，或者说曾经觅的活护者，有人在努力把断掉的线接回来。那他是不是也在等我们？不管这是第一次，既然留下了线索，我们就顺着走。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有点踏实，又有点害怕。正常，说明你还活着。你安慰人的方式真有水平。回营地，明天去地下裂缝附近，先整理信息。现在就去？但我们露线要关键环节，很可能就在地下裂缝附近。那边我不建议单独行动。我肯定不单独。上次我单独就是把大家一起带进坑里，这个记录我暂时不想刷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，我这是痛定思痛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？还能再来一张？这里刚才贴过什么？走！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被看见了。你总算学会总结了。我宁可没学会。不管这是第一次，既然留下了线索，我们就顺着走。行，找答案我擅长，就是希望答案别太会躲。放心，答案一般都藏得不深，深的是人心。你这话怎么听起来更吓人了？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去地下裂缝，不能直接去。又是准备，准备到什么时候？这东西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来过一次，你们不觉得可怕吗？上一次我们到底怎么来的，怎么没的？为什么一点都不记得？所以更要小心。你怕了？我当然怕。我怕虫，怕黑，怕那些不知道时候会动露出。可能连这点不想查。如果我们把现有线索弄丢了，下一次再行。可证据不能自己带我们出去。但没有证据，我们连自己为什么被困都不知道。我同意先整理证据。你也觉得不该去？我觉得该去，但不是现在冲过去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先找安全退出路线。安全退出路线。我们现在有2件事要做：第一，查地下裂缝；第二，保证查完之后还能回来。这个逻辑没错。可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安全，所以要先确认。营地不能再只当休息点。做完脚印说明观察者能进到我们最里面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换营地，至少要准备撤离路线。可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，所以才不能乱走。我不是乱走，你现在就是想赌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又想把所有风险都提前算完？顾野，这地方会给你算完的机会吗？我没说我能算完，但我至少不能带你们往一个明知道可能有问题的裂缝里钻。那如果答案就在里面呢？那也要活着拿。如果来不及呢？那就更不能把命全压上去。停！你们两个现在吵的不是去不去，是先怎么去。这有区别吗？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这是地下裂缝的大概方向，这是旧实验痕迹区和花坛区。然后呢？姑爷想安全的地下裂缝会触发危险，这个判断没错。你想立刻追，是因为照片地下明指向地下裂缝，这个判断也没错。我想先保留证据，是因为系统可能会重启，甚至篡改我们的记忆，这个判断也没错。问题是，我们3个人现在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但这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，我们不能同时对。我刚才那句不是针对你，哪句？说你怕了。我本来就怕，但你不是怂。你在草不带路的时候，我看见了，你怕的手都发白了，但你没退，所以刚才那句我收回。我刚才语气重了。你语气什么时候轻过？这句算他接受道歉，你别替我翻译，不翻译你们又要继续吵。我那不叫吵，我那叫合理表达。你合理表达的时候，音量通常不合理。你们终于开始像一支队伍了。你刚才一直不说话，是看戏？不是，你们必须先自己吵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会放大选择。什么意思？地下裂缝不是普通地形，它连接下层维护道，里面都看起来安全，但会带你们绕回原点。有些看起来危险，却能接近。那不就是迷宫？比迷宫麻烦，迷宫至少不会判断你想去哪。地下裂缝会根据我们的行为调整。准确点说，是维护道里会跟你们的选择改变门口。这系统心理素质居然还会观察情绪？它不观察情绪，它观察行为。你们每一次选择都会被记录。所以你刚才不拦我们争论？你如果现在很有可大宝会更麻烦。那你的建议是什么？你想先找退出路线对，你想追线索也对，你想保留证据更对。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。所以要分层：第一，活着回来；第二，带回线索；第三，接近真相。
顺序不能乱。也就是说，先设撤离点，再进裂缝，证据分开放。照片和录音笔不能全带进去，万一里面有磁干扰或者系统重启，全部带进去风险太大。那留在营地，可以藏在2个不同位置。照片放花坛外侧旧金属台附近，那里刚触发过警戒。录音笔放旧实验废件速通可能重复断柜里，那人就是数据残留区，不容易显眼。玩的是真快，孔军提高运算速度。那你现在算不算超频？你能带路到地下裂缝外缘？能，但进去以后，我未必能跟你们走到底。又不兼容。这次不是不兼容，是有些门不认我，但会认我们。很可能。什么意思？地下裂缝不是普通地形，它连接下层维护道，里面都看起来安全，但会带你们绕回原点。有些看起来危险，却能接近。那不就是迷宫？比迷宫麻烦，迷宫至少不会判断你想去哪。地下裂缝会根据我们的行为调整。准确点说，是维护道里会跟你们的选择改变门控。这系统心理素质居然还会观察情绪？它不观察情绪，它观察行为。你们每一次选择都会被记录。所以你刚才不拦我们争论？一路现在很有和大跑会更麻烦。那你的建议是什么？你想先找退出路线对，你想追线索也对，你想保留证据更对。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。所以要分层：第一，活着回来；第二，带回线索；第三，接近真相。顺序不能乱。也就是说，先设撤离点，再进裂缝，证据分开放。照片和录音笔不能全带进去，万一里面有磁干扰或者系统重启，全部带进去风险太大。那留在营地，可以藏在2个不同位置。照片放花坛外侧旧金属台附近，那里刚触发过警戒。录音笔放旧实验废件速通可能重复断柜里，那人就是数据残留区，不容易显眼。玩的是真快，孔军提高运算速度。那你现在算不算超频？你能带路到地下裂缝外缘？能，但进去以后，我未必能跟你们走到底。又不兼容。这次不是不兼容，是有些门不认我，但会认我们。很可能。那就按3层走。你负责地下裂缝入口的外侧观察，不准先冲。如果里面有线索呢，先报位置。如果你们被困呢，听许执行指挥，不要凭感觉。行。那你呢？我负责开路。又你？这次不行。你可以走前面，但不是你一个人决定路线。地下裂缝里如果出现2条路，我判断系统痕迹，陆然判断外侧动静，你判断地形。这个我赞成，3个人一起定。好，你答应的这么快，我有点不适应。那我反悔。别，我适应能力很强。我们要准备3件事：第一，分藏证据；第二，确认撤离点；第三，进入地下裂缝前必须标记返回路线。我能提个第4吗？说，进去之前谁都不能说应该没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有人这么说，下一秒基本都会有事。有统计会价值。很好，科学与玄学达成统一。撤离点。你今天安静的我有点不习惯，我在实践成长型人格。你这话听起来像临时编的，但行为是真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来过一次，那上一次的我是不是也这么冲？不知道，我猜80%是。但这一次你已经不一样了。撤离点找到了，旧废墟边缘有一处断柜，能临时躲避。路线我做了标记，但不能依赖太久。这回我负责后方标记。可以。你不质疑一下？你刚才检查了3遍，你看见了？看见了，所以交给你。昨晚他们还以为这里是安全点，现在再看，他已经留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决定。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不是凤压的，这是蚂蚁踩的。刚过去不久，他们不是一只，那是什么？撤离群。巨蚁也会撤，他们怕什么？不是凤，是恰克擦地。他没发现我们？不是没发现，是没空理我们。他们在排队逃。不是吧？这东西还成队？不是搬家，是逃。从什么地方逃？路线要提前了。现在？而是某种更大的东西正在把他们往地下边界推过去。